拿着婚书去找魏景言时，他又骗我，写错了，是一生一世迎双人，以后我要娶2个妻子。脑子不好使，就多读点书，回去重新写。哎，读书可真难，还要花银子。为了束修，我把大半嫁妆搭进去，终于读懂几句知乎者也。他却先将自己表妹迎进门。成亲那天，我又拿着婚书去找他。魏景言不耐烦地将我拦在门外。他比你大，我先娶她再娶你，是天经地义。学了这么久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说完，看都没看，就在婚书上签下名字，忙着去拜堂。他不知道，这次我拿的是退婚书。我答应要同夫子去游学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有长进的。我还学会了一个新词，叫做趁其不备，否则我也不会选在今天来找他。丝竹声还在继续，我还没走，就听见他朋友扯着嗓子揶揄，当着小青梅的面娶新娘子，不怕把她气跑。魏景言没说话，有人帮他搭腔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您家小时候伤过脑袋，要不是魏大人看在和他爹是同窗的份上，根本不会定下这门亲事，他能跑哪儿去？听罢，只见魏景言摇头笑了笑，婚书都签了，他走不了，下月记得还来和我喜酒哦。听见他们这么说，我松了口气，果然夫子讲的没错，人在得意洋洋的时候，最容易放下戒备心。我转身，小心翼翼地把退婚书放进怀里，走的时候还不忘抓了把喜糖。刚刚回府，秋霜急急忙忙跑出来问我，小姐，婚书魏公子签了吗？签了。我点点头，他方才放下心来。那就好。小姐，你也不用太伤心，虽然魏公子先娶了妻，但有婚书在，您日后过去，怎么也是平妻，到底算是有个家。这样老夫人在天之灵也会安心。夫子说，趁其不备做的事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所以我连秋霜都没有讲。不伤心，不伤心。我敷衍着打哈哈，又央着他去西街最远的铺子给我买木樨花糕，然后回屋收拾东西。娘亲过世后，爹爹又娶了新夫人，生的弟弟可聪明了。何府上下都说，家里的东西以后都是弟弟的，所以留给我的不多。前些日子又给夫子交束修，我拿着银票数了又数，还余562两。除了银钱，我又从床底下搬出一个装匣，这块长命锁是魏景言送给我的。那年10岁，我随爹爹去魏府做客，魏景言新得了匹宝马，非要牵出来。谁知马儿突然受惊，朝我冲过来。醒来的时候，手里就握着长命锁。魏景言哭着要我长命百岁。还有这只红豆镯，也是他送的。我被马儿撞后，躺了整整1月。再去学堂，夫子讲的东西，怎么学都听不懂。小伙伴笑我，傻姑娘以后没人要。魏景言就亲手用红豆给我嵌了只玉镯，当着2家长辈的面向我许诺，红豆绵绵最相思，您家以后我娶你。等及笄，我给你写婚书。我开心的整晚没睡着，天天数着日子等及笄。等啊等，及笄没等到，先等来魏景言的表妹住进魏府。沈文英比我长半岁，和我们一同上学。她和魏景言一样，别人欺负我，总会为我出头。我很信任她，信任到她邀我去看莲花，牵着我的手落进池塘，哭着求魏景言别怪我时，我真的以为是自己不小心推她下去的。那日起，我被夫子退了学，爹爹也懒得重新给我找学堂，就连魏景言都很少来见我。眼睛忽然好酸，我擦了擦脸，生气地将红豆镯扔进火盆里。还有金簪、鸳鸯佩、珍珠步摇，有些是生辰礼，还有些已经记不得了。夫子说，典当东西也是有讲究的，印有府中记号的，不能随便典当，这叫防患于未然。收拾好，夜里我抱着银票和首饰睡。夫子说，读万卷书，不如行万里路。既然书本上的知识晦涩难懂，那就走出去看看。毕竟我花了那么多银子请他，总不能什么本事都不教我吧，还要悄悄地走。日后回来，方叫他们对我刮目相看。我觉得夫子说的有道理。第二天，
我把首饰藏在袖子里出门。珍宝阁的掌柜认识我，宁姑娘又来当首饰，这次准备给魏公子换什么？数月前他生辰，我舍不得用嫁妆，爹爹又不给银子，所以我当了只玉簪，给魏景言换玉冠做礼。这下我摇摇头，不换东西，要银子。掌柜的笑了笑，金簪拿在手中掂量，30两。不对不对，夫子说典当东西应该用秤，不能拿在手里算。掌柜的听完，满脸不可思议。哟，哪儿请的夫子，还教你这些？嘿嘿，秘密。夫子说不能告诉其他人，像我这般15岁的年纪，普通的学堂是进不了的。那日连吃了3碗闭门羹，路过酒楼，正巧碰见夫子被店小二扔出来，好巧不巧砸在我身上。我扶着腰哭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，上不了学堂就算了，还要被人砸。你想上学？夫子问。我重重点头，想。那你找我啊，我教你。夫子说他是临安城有钱人家的公子，学富五车，满腹经纶，什么都会。可是啊，躲不过家里人硬逼着他弃文从武，所以才逃到京城。结账的时候发现钱袋子被抢了。我见他面容清俊，言辞诚恳，不像是骗人，就答应了。换好银票，总共236两。走出铺子，耳旁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：宁家妹妹。沈文英默然在身后叫我，我不喜欢她，捂着耳朵继续往前走。魏景言也在，2、3步迈到我面前，挡住去路。宁家，文英叫你，没听见吗？我撇过脸，没有。你什么意思？夫君。沈文英赶忙走过来，算了，妹妹也不是故意的。说着，她吩咐丫鬟拿来手中的布料，我和景言特意选的，还说送到妹妹府上，既然遇见了，妹妹且看看，喜不喜欢？粉色蒲草暗纹。我虽然不聪明，但也知道这是妾室穿的样式，脱口而出，不喜欢，我不要。宁家。魏景言紧紧握住拳头，目光发狠地看着我，莫要任性，给文英道歉。夫子说过，没做错的事，不用说对不起。我就不。说完，狠狠踩了他一脚，转身就跑。夫子还说过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打不赢就跑，不丢人。只是没想到，这事刚到晚上，就传到了爹爹耳朵里。爹爹的职位比不上魏家，用晚膳时，他来找我，目光沉沉。佳儿，明日去魏府同魏夫人道歉。见我梗着脖子不开口，爹爹又继续说，宁家，不要耍小孩子脾气行不行？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景言愿意以平妻之礼娶你，已经待你很好了。很多东西你不懂，景言的舅舅是吏部侍郎，以后你弟弟，我们宁家都得仰仗。你好好去认个错，性子收敛些，日后你弟弟有出息，不也是跟你撑腰吗？听话。这些话我听过无数次。从魏景言提出要娶2个妻子时，爹爹就是这样让我听话的。可现在我不想听，以后也不会听了。指尖死死掐入手心，我咬牙吐出2个字：我不。爹爹深深沉一口气，我手里的筷子被他猛地摔在地上。好话不听，我看你是反了天。来人，将小姐给我关进祠堂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不准出来。秋霜吓得跪地求饶：小姐，您别犟了，快给老爷认个错吧。没用的。我擦干脸上的泪，以后没有做错的事，我不想道歉了。祠堂我常来，祖宗18代，就我拜得最勤。躺在蒲团上，盯着墙上的窗户，我在想该怎么逃出去呢？我和夫子约好的，拿到退婚书，换好银票，过7日就要走的。若是不去，他会不会不等我？那束修岂不是亏了？窗户外透着星星，那么高，我想慢慢爬，总会爬出去的。想着想着，我闭上眼就睡着了。小姐，小姐。再醒来是秋霜。我迷迷糊糊睁开眼问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以往被关，除了送饭的下人，爹爹是不准秋霜来看我的。秋霜赶紧拿出怀里藏的鸡腿，塞进我手里。老爷这几日都不会在府上。
奴婢听人说，是临安城永义侯府家的小世子在京城不见了。这几日不仅是老爷，连魏公子都忙着找他，府里的守卫少了很多。所以，小姐您就放心好了，奴婢每天都悄悄给您带肉来吃。夫子说，听人讲话要抓住关键信息。以前我肯定满心是吃食，现在嘛，是爹爹不在府里，那我正好逃出去。啃完鸡腿，心满意足的又躺下，直到秋霜第7次来看我，许久未见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。和夫子约好的是午时，秋霜给我送了吃食，便回房小憩去了。府里的守卫当真少了很多，想必那个什么侯、什么世子是个厉害的人物，爹爹才会抽调出去那么多人，倒是要谢谢他。我绕回房间，将藏在床底下的包袱拿出来，偷偷溜出府，一路往码头狂奔。公子没有发现世子，会不会没在这附近了？继续找，找不到，谁都别想活。一群废物，竟然是魏景言，爹爹也在。什么世子，刚刚还在谢谢来着，哪儿不跑，偏偏跑码头来。我躲在墙角，伺机而动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他们没走，我也没看到夫子的身影。寻思着他不会不来了吧？越想越觉得不安，大抵是蹲太久，就连头也跟着阵阵晕眩，身子不受控制地往旁边倒去。忽然跌进一人怀里，宁家啊，夫子！我吓一跳。嘘，别说话。不远处，魏景言眸光一凛，宁世伯，我好像听见宁家的声音。爹爹摆了摆手，不可能，家儿还在祠堂。魏景言将信将疑，或许是听错了，我去那边看看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被夫子抱在怀里，我咬着牙不敢说话。他身上有股淡淡的香，止不住往鼻子里钻，好好闻。霎时心跳的咚咚响，应该是怕被魏景言发现吧。会亲吗？啊！回过神来，我茫然地看向夫子，却听他叹了口气，吐出2个字：算了，去里面藏着。话音刚落，3下5除2就被夫子塞进旁边的竹筐里。竹编太细，我看不清外面，只听见一声响，远处应是魏府的侍卫传来喊声：公子那边有人骑马跑了，追！魏景言一声令下，外面闹哄哄了好久，差不多过去半刻钟才安静下来。竹筐的盖子被打开，我满脸被憋得通红，眯着一只眼看过去。夫子倒是笑了，都走了，出来吧。夫子说不能继续走水路，刚才是运气好，有人骑马经过，才把魏景言和爹爹他们引开的。等会儿他们发现不对劲，说不定会折返回来，所以我们要改走陆路。分析得头头是道，可我还是有些不明白。夫子，你怎么知道刚刚跑的人不是他们要找的世子呢？夫子沉思片刻，这不重要，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哦，好。魏景言追至闹事，才发觉被人耍了。折返码头，须臾，宁府的管家匆匆赶来，在宁大人耳边说了什么。宁大人神色瞬间凝重，贤侄，家中有急事，我先行告退。此时天色已暗，上头留给他的时间还有几天，魏景言也没多做久留，打道回府。路上经过那日和沈文英一同逛过的裁缝店，掌柜认识他，急忙从店里出来：魏公子请留步。何事？只见掌柜拿着木镜尺：公子，嫁衣制作繁复，您看我何时差人上门给宁小姐量尺寸？魏景言想到当日宁家生气的样子，轻蹙眉，到了句再说。其实他何尝不知妾室才不用正红，只是当年他推文英落水，伤到了手，从此不能再抚琴。文英心里有气要撒，是理所当然。可仔细想想，这些年文英也在他身上撒了不少气，被学堂退学，亦或是非要赶在他前头先入门。算了，折返回裁缝店，魏景言亲自选了块正红色的布料，嘱咐掌柜再过5日去宁府量尺，算是那年口上承诺要和他定亲的纪念日。去年就忘了，今次就当好好补偿他吧。宁家向来好哄，
看到新布料肯定高兴得合不拢嘴。我从来没有出过京城，趴在马车窗前看什么都新鲜，没忍住想要伸手去折一闪而过的花，还没碰到就被夫子提着衣领抓进来训斥：小心，安全第一，头和手不能伸出去。哦，顾念着刚刚的花，我眼巴巴地往后面望过去，没见过。夫子问。我摇摇头，没有。车夫听见了，转过来调侃道：像你们这些养在深闺的大小姐，没见过正常，就是普通的小野菊，城里面少有。才没有天天养在深闺，是爹爹忘了带我出去而已。6岁，娘亲生病去世。爹爹说，娘亲从前住在姑苏，那里的木樨花可香了，他答应等娘亲安葬后就带我去看看。可后来不到半年，爹爹娶了继室，忙着成亲，忙着陪新夫人归宁，好不容易盼着他忙完了，新夫人又有了身孕。爹爹又说，等弟弟出生，我们一起去。再后来，我被马撞伤，养病数月，在问爹爹时，他说是我记错了，没有答应过要带我去姑苏。我没有记错，是爹爹年纪大，记性不好，忘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有夫子带我出门。我支着脑袋问，夫子，我们先去哪里？姑苏，带你去看木樨花。夫子不愧是夫子，竟能想到我心之所想。这银钱花得值。徐徐清风，流水淙淙，我好像已经闻到了木樨花香。困意来袭，夫子脱下外衫披在我身上，拢了拢。迷迷糊糊听他叫我宁宁，以前娘亲也喜欢这样叫我。我喜欢。醒来时已经到了姑苏地界，夫子订了2间房，收拾好行李，他先带着我出门吃东西，蒸鱼、小香排、东坡肉还有。我看着店小二要了一份烤鸡，端上来，先吃2根鸡腿。喜欢吃？夫子问。在府里，一应吃食用度都是夫人做主。他说姑娘家家不能吃太多荤腥，否则腰肢不细，身子不软，以后嫁人夫君会不喜欢的。常常吃素，我感觉自己都快成兔子了。就算是家宴，夫人身边的管事嬷嬷都守着我。鸡腿2个都是弟弟的。末了还落下一句，是为我好。脑子已经不好使了，要是再不漂亮点，以后嫁到魏家是要被魏景言嫌弃的。饶是秋霜偶尔会去膳房给我偷1只回来，眼下一次能吃2个，当然喜欢啦。话音刚落，碗里吨2块东坡肉。宁宁，他说错了，你不用取悦任何人。夫子的语气带着些许愤怒。我还没搞清楚他为什么生气，先被隔壁桌说话声吸引了。你们听说没有，杨家急着嫁女儿。哪个杨家？姑苏杨氏，还能是哪个杨家？原本杨姑娘救了永义侯府老夫人，坊间都传侯府为报恩要她做世子夫人的，谁知道世子跑了，杨家为了掩住风声，只能赶紧将女儿嫁了。嫁的是王家长子，钱财是有，可这权就比不上侯府喽。我听得牙痒痒，忍不住骂道：又是这个世子，难怪他要逃到京城去，果然不是好人，先害得我们差点没跑掉，现在又害得人家姑娘匆匆嫁了人。T， 我伸手试了试，没风啊。偏过头看向夫子，夫子，你冷吗？夫子有些尴尬，搓着鼻子，不冷，只是宁宁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许这位杨姑娘本就不想嫁侯府，毕竟姑苏离永义侯府甚远，2人连面都没见过。所以判断一个人好不好，不能只看表面，也不能只听他人言语，要自己去观察，明白吗？哦，我有些懂了。就像魏景言，明明我没有推沈文英，也从未害过他，但他就因为沈文英哭哭啼啼，就认定我是错的。我可不要做他那样的人。须臾，夫子很认真地看着我，又问：那你觉得我是好人吗？是啊。那就行。不过树修收的多了些，姑苏的木樨花还要有些时日才开。住了2日客栈，夫子说再住下去比不上赁房划算。我心下有疑，可是夫子，若是赁房，不就成了我和你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了吗？夫子错愕半瞬，夸我一句倒是学聪明了，而后拿出2张纸，
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列出住客栈和赁房的不同，耐心地分析给我听。客栈地小，闲杂人多，不适合学习。赁房就不同了，若是依山傍水，便可夏日捉鱼，秋日赏花，还可在院里扎个秋千。所以你想住客栈还是赁房？说到此处，夫子低头抿了口茶，阳光正好透过窗棂打在他侧脸上，划过轮廓。我知趣地垂下眸，觉得刚才的问题太傻了。夫子这样清秀俊雅的男子，就算共处一室，又怎么会对我这种不大聪明的姑娘做什么呢？行，那就赁房吧。夫子当真选到了山水相依的小院，偌大的院落。我在树下立了好久，才问出心中疑惑。夫子，当真可以在这2棵树之间搭秋千吗？从前在府里，爹爹也答应过要给我架秋千，可后来每次提起，他都说院里的树太细了，搭秋千会塌的，让我慢慢的等树长大。等了好久，也没等到树干长大。如今我看着面前的树比府里的更小，大概是不能等到树长大，我们就要离开姑苏了。思及此，树叶簌簌落下，夫子拍着树干，倒也没事。边说着，他在空地处比划，既然答应了你，总要想办法重新找木桩来搭也行。再折芭蕉叶铺在顶上遮阳，不比树下差。原来可以不用等树长大啊。次日清早，夫子出去折芭蕉叶，搭在木桩上比划了半天，觉得还是要在藤条上缠些布条才好看，又去集市上买布。出门前，夫子留了书让我看，我随意翻了2页，瞥见桌上的钱袋子他没带，抓在怀里，急忙追了出去。夫子走得很快，一路跟到集市，都没见到人，布庄也没有。倒是前面王家娶亲，3天3夜流水席，热闹得很。若不然，先去拿颗喜糖吃，再找夫子吧。今日是最后一天。喜童子抓着糖往外撒，我拾着糖一路走到偏门，抬头就瞧见熟悉的身影从外面走进去，是夫子。偏门处无人值守，我好奇地跟上去。凉亭处，身着红衣的姑娘给夫子斟茶。灵山脚下的院子倒是寻了个好住处，颇费了番功夫吧，比不上杨姑娘嫁给王公子用的心思多。杨姑娘，她就是别人口中被侯府抛弃，匆匆嫁人的新娘，用了什么心思？不对不对，不是想这个的时候。夫子来找她做什么？我屏气凝神地听，只见夫子从怀里拿出一叠银票，3000两，何时可以医治？看他意愿喽，明日也行。3000两，医治谁？谁的意愿？夏风燥热，吹得树叶沙沙响，尘沙钻入鼻息。阿嚏！宁宁！我看着夫子，一时又想他会不会怪我偷听，慌乱地将钱袋子拿出来，随着刚才捡的喜糖落了一地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。凉亭池边，隐隐莲香。夫子弯腰将地上的糖一颗颗捡起来，放在我手里，轻声打断我：教过你的，没有做错的事，不用说对不起。回去的路上，夫子一边帮我包糖，一边对我说了很多，例如杨姑娘和王公子是青梅竹马，奈何家中阻扰；又例如杨姑娘医术了得，当初救下永义侯府老夫人，除了诊金，还让侯府陪她演了场被抛弃的戏码，才得以嫁给心中所愿。再例如，夫子突然问我：宁宁，你想不想变得更聪明？夫子说，我非天生吃鱼，幼时受创所致，并非全无治愈的可能，有机会总要试试。真的可以试试吗？可明明以前爹爹说，女孩子傻就傻了，脸上没留下疤痕，身子骨是好的，日后能生孩子就行。太聪明反而不得男人意。真的可以吗？可以，可是3000两我又还不起，就算是回家告诉爹爹，爹爹也不会给我那么多银子的。没事，慢慢还，人生路还长嘛。也对，变聪明了，我肯定有更多方法攒银子，慢慢攒，总能攒够的。一时间，嘴里的糖进到心里都是甜甜的。京城裁缝铺的掌柜连去宁府3次都被拒之门外，不得已才找到魏府。
魏景言公务缠身，忙得焦头烂额。沈文英见了他，听了他的来由，脸色骤变。当初说好的嫁衣，魏景言竟私自换成了正红色。突如其来的怒火，面前的茶盏被他砸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进不了就进不了，谁准许你们换颜色的？随便做一件，到时候从后门进来就行了，还当真以为自己是来做正头夫人的？滚！当年我可是费了一只手才抢了他的位置，想和我平起平坐，妄想。闻音，门外魏景言不知何时回来的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抢？你的意思是，不是佳儿推你落水的？沈文英反应过来，再想解释已经晚了。不是的，夫君您听我解释，就是您家把我推下去的，他嫉妒我住在魏府，嫉妒我天天跟您在一起。嫉妒？当真是嫉妒吗？可我从未听过他说嫉妒你，甚至在你落水后，在佛堂跪了3日，为你求平安。这几日你就在房里好好待着，当年的事情我会查清楚。不，夫君。魏景言拂袖而去。掌柜告诉他，宁府一直宣称宁家病了，要卧床休息。到底是什么病？10天半月不见好。魏景言买了不少补品，还是该去看看他的。经过唐人摊，他又买了好多各式各样的唐人，其中有一个扎着双平记，特别像宁家，还要哄哄他，乖乖吃药，等病好了才能做漂亮的新娘子。左右手都提满了，行至宁府门前，却被侍卫拦着。魏公子，小姐她确实不便见客，您还是过几日再来吧。真是奇了怪，放在以前，哪怕是染了再严重的风寒，宁家连偷偷钻狗洞出来找他这事儿都干过，而今亲自来，却闭门不见。魏景言也不是傻子，强行入府，侍卫也不敢真拦着，一路直往宁家的小院。路上未闻到药味，入目是潮湿的墙，年久失修的窗户。回忆起很久之前，宁家的确和他说过，自己在府里过得不好。从前住惯的朝南院子，也被要求让给弟弟，要搬去的小院又潮又闷。当时自己是怎么回他的？没关系，以后嫁到魏府，让他住最好的院子。可现在最好的院子是沈文英住着，不过还来得及，等她嫁到魏府，就让沈文英搬出去。佳儿，魏景言试着喊他，回应的却是寂寂无声。宁大人得到消息，急不赶来。贤侄，你这命是薄，佳儿在哪里？宁大人还想瞒，贤侄，佳儿病得有些严重，我已经让她去庄子上养病了。呵，魏景言不信，步步逼近，一字一句又问，我再问一遍，宁家到底在哪里？眼看事情已经瞒不住，宁大人闪躲着目光，终是颤颤巍巍道，佳儿她不见了。说罢，递给魏景言一张纸条，上面歪歪斜斜写着，魏景言，我不想嫁给你了。他手里的糖人从手心滑落，碎落一地。姑苏，杨姑娘说，我的脑子治起来也不难，施针服以汤药，连着3日便可起效果。只是这针药扎在脑袋上，着实有些吓人。夫子便给我讲故事，逗我开心。从前有位小男孩跟着他爹爹去朋友家做客，他从没出过远门，觉得这世上所有人都不会骗他，直到他遇见一位小女孩。女孩爬在树上摘果子吃，那果子明明很苦，却骗他是甜的，他信了，咬下一口，苦的反胃，女孩却哈哈大笑。那男孩没有报仇吗？我想了想问，要是我肯定找个更苦的果子还回去。有啊。男孩见她穿的白裙子，就找来红色的浆果，故意放在树下面。然后呢？后来他从树上跳下来，踩碎了浆果，红色的浆汁溅得他身上到处都是。马儿最艳红色。夫子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杨姑娘扎在我头上的针也越来越重，重到我做了个梦。夫子他呀，故事讲错了，女孩才没有故意拿苦的果子骗他，她只以为果子是酸的，瞧着那男孩在池边无聊，才扔了个果子去逗逗他。梦境如走马灯般，我提着弄脏的衣裙跑去后院，不小心和夫人身边的嬷嬷撞了个满怀。她手上端着茶，
水字慢了一身。哎呦，小姐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赶紧跟奴婢下去换衣裳吧。本来吧，江国也只见到了裙角，若隐若现，还挺好看的，没打算换。可眼下却只能换了。嬷嬷给我找的裙子，好大一股酸味儿，我不想穿。夫人听见，进来斥我矫情。多大的人了，你代表的是宁府的脸面，怎的？晚宴就穿身脏裙子去，小心我回头告诉你爹爹去，看他怎么罚你。我已经没有娘亲了，不想再惹爹爹不高兴，只得换上裙子。晚宴上，夫人让我坐到魏景言身边去，于他上手还有位男孩。我仔细瞧，才发现是下午拿苦果子逗着玩的公子，原来他是永义侯府的小世子啊。他们没坐多久，老侯爷就带着他离席了。画面扭转，突如其来的骚乱，失控的马儿朝我跑来，来不及闪躲，陷入一片黑暗。耳边有人在说话，他能醒过来吗？夫人您就放心，撞到的是头，流了好多血，除非宫里来御医。我还是不放心，赶紧将他衣服换了，千万不能让人知道是我们做的。他撞见过我送李郎离开，只有他死了，佩儿的身份才不会被人怀疑，还有他娘留下的嫁妆都会成为我的。痛，好痛，头很痛，心口更痛。御医，御医来了。什么？谁叫的御医？谁叫的？回夫人，是永义侯府的人，小世子还让人送来这个。手心有一片冰凉，我试着握紧。摇铃清脆响，是长命锁。再醒来的时候，目色渐浓，床头还留着药碗，药汁见底，嘴里却是甜的，是蜜饯的味道。醒了，夫子从外头进来，四目相对，几瞬后，我蹙眉垂下眸，头还在疼。不是夫子，原来他是永义侯府的世子宋彦舟。他大抵是以为那年江国染红我的裙，才引得马朝我撞来。想来这些年他心中有愧，不好过，才会绕了这么大个圈子，将我带到姑苏医治。到底是误会，那3000两诊金肯定是要还他的。至于钱从何来，爹娶的新夫人无事，抢占娘亲留给我的嫁妆多年，该还了。明明，思绪被拉回，我吐出口浊气，道了声谢谢。宋公子，承蒙照顾，等我回京城，就将银子还你。话音刚落，宋彦舟嘴角颤了颤，手里拿着的糖差点掉在地上，好不容易才吐出几个字：其实不用那么着急，刚喝了药，先吃颗糖吧。不是着急，是怕慢慢还，越来越还不清。无事害我的事，我跟他讲了。从包袱里好不容易翻出长命锁，离开京城时，他说印有府中印记的东西不能当。长命锁上刻有字迹，只是字迹被反复摩搓，早就看不清了。我牢记他的话，没有当，又以为是魏景言送的，一直放在包袱的最底下。既然是误会，这个还给你，谢谢。宋彦舟盯着我手上的长命锁看了许久，他既然护了你性命，可见与你有缘，留着吧。他这是当夫子当惯了，湖州的话随口就来。你又诓我？不是，我从来没有诓你的意思，就想你把它留下。风吹的树叶沙沙作响，又好像不只是树叶在响。我握着长命锁，指尖蓦地收紧，拨动了上面的铃铛，没能等到木樨花开，启程回了京城。原本是打算自己回去的，宋彦舟定要随我一路，说是在京城闹了出失踪，总要回去解释清楚。银钱都拿来替我垫枕巾了，只能委屈和我同乘一辆马车。我找不到理由拒绝，亦或是不想拒绝。临近8月，女儿节在即，京城热闹非凡，城门口的守卫也比以往多很多。进出马车皆要里外检查，其中有拨人身上挂着魏府的腰牌，女眷一个都没放过。等候时，听旁边的阿婆讲，说是魏府走失了重犯，已经找了快10天10夜。不仅如此，魏景言忙完公务，还会亲自来守着，想必是很重要的犯人。说什么来什么，魏景言官服都没来得及换下，骑马疾驰而来。找到没有？回公子，还是没有？一群废物。
宋彦洲也听见了，魏府能走失什么重犯？又不是大理寺的人，又专留年轻的女眷，不难猜出是寻我。要不要我帮你？宋彦洲身上有侯府令牌，若是亮出，没人敢拦。可我既然选择回京城，那早晚有一天都会面对魏景言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好。从马车上下来，毫无防备，四目相对。魏景言立在原地好久，才堪堪张开唇。尖儿，当真是你？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？你知不知道我好想你，找了你好久。不过没关系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我们去试嫁衣，我亲自给你挑选的红色。魏景言自顾自说了好多，望向我的眼睛，没有半分波澜。他方才慌了，若是放在以前，我大抵已经七嘴八舌回了他好多，就算是不高兴不想回，高低也要瞪他一眼。佳儿，你……魏公子，别来无恙。魏景言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不可置信道：佳儿，你叫我什么？喂，宁宁，我的玉佩是不是在你那儿？怎么不见了？宋彦洲边说这话，从马车上走下来，而后他在身上摸了几下，摸出一块玉佩，松了口气。找到了，原来在这儿，还以为落你身上了。说罢，望向魏景言，这位是永义侯府的令牌，就那样明晃晃地挂在他腰前，任谁都看得出宋彦洲的身份。魏景言岂敢得罪，也不敢将我们继续堵在城门口。进城后，宋彦洲下令魏景言陪他进宫向皇上请安。魏景言不敢不从。我先行回宁府。消息传得很快，先前在城门就已经有人将我回京的事情告诉爹。他端坐正厅，面前摆着家法，一旁的下人都不敢大声喘气。跪下。我没动，回望着他。从前痴傻，在他一次次冷漠无视中，竟然还祈求能得到半分疼爱。而今再看，决绝狠辣的眼神，似乎因为我这次不告而别，不用家法将我打个半死，难解心头之气。哪有什么疼爱啊？毕竟他可从未这样看过宁佩，哪怕宁佩做再过分的事情。我让你跪下。怒火再次袭来，吴氏在一旁故作好人打圆场。宁家，赶紧给老爷磕头认个错，老爷不会怪你的。是吗？我上下打量着他。我爹当然不会怪我，毕竟我身上流着他的血，可你就不一样了。我一步步向前，最后目光凝在他腰间的香囊。芍药寄相思，爹爹是个粗人，从不喜欢花。夫人还真是情深意重，这么多年都没能忘掉和你的李郎花间相拥而别啊。哦，当然，或许不只是留着香囊寄相思，会不会还留了一个人呢？我的好弟弟，怎么看都不像我，也不像我爹，您说是吧，爹爹？毫无防备的拆穿，才能万无一失。拖得越久，只能是后患无穷。吴氏根本来不及准备，脸色瞬间煞白，慌不择路地将香囊藏在身后，扯动着嘴角狡辩：你胡说什么？什么芍药？什么香囊李郎？佩儿随我，莫要血口喷人。我低头笑了笑，有没有血口喷人，叫宁佩来和爹爹认个亲不就行了？吴氏怎么敢？当即跪下：老爷，我不同意，您家脑子不清醒，定是受人蛊惑，想离间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。我靠在他耳边轻语：夫人，当年魏景言生辰，你给我换的衣服怎么就烧了呢？你都想起来了？不会的，大夫明明说过你不会好的。怀疑的种子既已种下，爹不可能不验。宁佩在学堂，提前接回来就行。至于验血用的水，吴氏身边的嬷嬷自告奋勇要去准备。门外宋彦洲的声音忽然响起：哟，这么热闹。爹认得他，毕竟先前还奉命找了许久，慌忙从主位上下来。小侯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宋彦洲并未理会他，绕至我身旁说：从宫里出来，闲来无事，听说这儿有好戏看，就来瞧瞧，宁小姐不会拒绝吧？我来帮你看着，保证不会让人从中作梗。最后一句话很小声，只有我能听见。都到了这个份上，我怎么拒绝？小侯爷请便。验血用的水，宋彦洲吩咐人去准备，就连去学堂接宁佩，他都派人跟着。
听说找了好一会儿，最后在学堂的后院找到，伙着其他学生逃课斗蛐蛐儿。被带走时还发了好大的脾气，到了正殿还一副混不吝的样子。敢抓我，到时候我要爹爹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爹他们，开宴！一声令下，宁佩被人按着扎破指尖，爹爹一划破手指，血滴入碗中。须臾有人喊了声，没有交容。吴氏瘫坐在地上。宋彦舟离开，路上闲聊，我问他为何突然赶来。宋彦舟望着城外的方向，姑苏的木樨花快开了，想祝你快些处理好京城的事，不想等到明年。谢谢。慌不择路，转身回府。宁佩从族谱上被划了名，连同吴氏一起送到庄子上。我知父亲不忍心要他的命，所以在前去押送的侍卫里安排了自己的人。原来我住的院子被空出来，秋霜正在用艾叶扫尘，去晦气，小姐住着也安心。晦气可除，可从小积攒的伤害却无法忘记。别忙了，帮我一起算算娘亲留下的嫁妆，这些年被吴氏用掉还剩多少。好嘞。3日后，魏景言来找我。秋雨绵绵，他撑着伞在门外站了很久。其实前2日他也来过，只是我忙于整理嫁妆，没空理会他。今天才得空，雨丝细细密密横在我们中间。城门一别，几日不见，他的鬓角竟已生出些许白发。魏景言手里拿着的是退婚书，前日我差人送去。您家，我不同意。其实同不同意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和他本就是口头上的婚约，写下退婚书无非多一份离开他的保障。佳儿，魏景言声音干涩，当初是我错了，我不该误会你推沈门音落水。只要你肯原谅我，哪怕是降他为妾给你解气，我都愿意。我看着他，宛如陌生人。魏景言，曾经愚钝痴缠你许久，是我自找的，而今既然选择离开，还望一别两宽。沈家遇难，他依附于你，用些下作手段诬陷我，你要贬他为妾也好，是你自己的意愿，不要给我扣帽子。回去吧，不要再来了。魏景言还是不肯走，伞被他扔在地上，他弓着背，任由雨水打湿在身上，脸上挂着的不知是泪还是雨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小厮来向我禀报，说是魏府来了人，告诉他沈文英晕倒在房里，魏景言才匆匆赶回去。秋霜听了，重重地哼了声。小姐，从前魏公子那样对你，咱们就是趁现在好好晾晾他，日后嫁过去才能挺直了腰杆当家做主。我低眉摇摇头，为什么非要嫁给他呢？那小姐想嫁给谁？嫁给紧贴心口戴着的长命锁，忽然有些发烫。宋彦舟对我是何意？我心中自然明了。和他相处些时，若说心中毫无悸动，也是不可能的。可抛开身份地位悬殊不说，豪门公子，我也担心他是一时兴起。小姐脸都红了，是不是心里早就想到了谁？那日的宋小侯爷？我嗔怪地看他一眼。别胡说。是，奴婢说的不是胡话，是真话。说罢，一溜烟就跑了。夜里我竟握着长命锁，睡不着，脑海里不自觉就浮现出宋彦舟的模样。情爱误人，我拍了拍脑袋，赶紧将它取下来，藏在枕头下面。听说我那日见了魏景言后，宋彦舟寻了个由头，住进他府里，日日让他陪着逛京城，根本没有时间来找我。就连父亲也因为对我心存愧疚，知我不想嫁给魏景言，没有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，甚至还要将宁府名下盈利的商铺添置进我的嫁妆里。我对他的态度起疑，想到以前宋彦舟教我的，既然起疑，那就展开了去查。于是请了位老先生教我理账，细细盘算下来，才发现所谓盈利的商铺，实则全在亏损。套用的竟然是娘亲留下的商铺账目。不仅如此，我偷偷进他书房，竟然发现他同魏景言的密信。信中言，女儿节府里设宴，届时在我酒中下药，设局将我与魏景言锁入房间，再引人发现，这样我就只能嫁了。还好早已习惯父亲这样对我，
心中没有半分波澜。信我放回原处，书案下的柜子里还有一瓶药，我将里面的药粉换了，依旧放回原处。女儿节当日，父亲借口我养病归来，府中设宴。魏景言摆脱不了宋彦舟，只能也将他带来。酒过3巡，有人从我身边走过，不小心将酒水洒在我身上，我又佯装不胜酒力，站不稳，需要人扶着才能走下去。父亲和魏景言相视一笑，支开秋霜，让其他人陪我去换衣裳。进入房间，我很配合地晕倒在床上。果然，不到半炷香时间，魏景言进来了，绯红的脸，摇晃着步伐，喊着：“尖儿，我来了。你也别怪我，谁让你那么狠心不嫁给我了？我是真的爱你啊，我以后会对你好的。”忍着恶心，直到他向我扑来，我从身后拿出抹了药的抹布，一把捂住他的口鼻，心中默数3声，晕了。我将头发整理好，出门往宴席方向走，但没真的进去。路过假山，刻意将裙摆露出一角，正好是父亲可以看到的角度。果然，他眸色一凛，与旁边的人耳语几句，匆匆离开座位。我在他起来的时候，就绕到别处藏起来。父亲转了一圈没发现人，又急忙往后院赶，跟随一路，亲眼看着他推开门进去。刚转身就撞进宋彦舟眼里。要不要我帮你？还没反应过来，宋彦舟扯着嗓子大喊一声：“魏兄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”身后不知从何处聚集了不少宾客。宋彦舟一脚将门踹开，床上躺着的魏景言赫然衣衫凌乱，父亲更是来不及躲藏。儿子，我的儿子，宁山，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？魏景言的爹一拳打在父亲脸上。我朝的确有官员好南风，但都是养的那些走投无路的人，谁敢对世家子弟下手？我都愣了。魏景言的衣服是何时脱的？该看到的都看到了。宋彦舟让大家都散去，魏父将魏景言带走，走时放下狠话，必定要让父亲付出代价。我还懵在原地。宋彦舟走过来，在我眼前晃了晃：“别愣了，是我脱的。”原本我只是想让人误会是父亲迷晕了魏景言，没想到他比我更狠，来了这招。见我许久没回答，他慌了，生气了：“对不起，我该和你商量。”没有，我打断他，扬眉一笑：“不对，也有。”什么？下次这种事情该提前告诉我，才更有趣。两家算是彻底闹翻。魏大人不会善罢甘休。宋彦舟怕父亲恼羞成怒伤害我，借口是这件事的目击者，要留在府里协助调查。我没有拒绝，而是连夜将娘亲留下的银子送出府。至于他名下的商铺，按照律例是属于我，并不属于父亲。3日后，判决结果下来了，父亲企图谋害朝廷命官，被判削去官职，入狱10年，遣散府中仆从，封府。他名下的所有钱财皆要充公。秋霜不愿意走，要跟着我，我只好将卖身契给他。他何时想离开，都是自由的。从宁府出来，我拿上银票去找宋彦舟，3000两递给他，他没接，望着远处思索片刻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好像写了借条来着，放在姑苏忘带走了。宁小姐既然想还钱，不如先陪我去趟姑苏。我捏着银票点头，行，反正我此前也还没算好，咱们路上慢慢算。宋彦舟的记性着实不好，到了姑苏10天都没找到借条。我的算术也不行，虽然人是好了，但毕竟这么些年没有学习，确实不大好算的亲子钱。后来京城都传来消息，父亲在狱中畏罪自杀，而魏景言因为坊间的风言风语，说是已经疯癫了，整日披散着头发，到处说自己是干净的。最疯的那次，竟然拿起剪刀将命根子给剪了下来。沈文英发现的早，堪堪捡回一条命。木樨花开又落，宋彦舟依旧找不到借条，我还是没能算清楚子钱。那日我在院子里荡秋千，他走过来问我要不要换个地方再找找。
我迎着日暮点头。好啊，正好我也想换个地方算算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